山东号航母日前与美军尼米兹号航母产生了较近距离的接触，而美军航母的反应则是一路北上撤离。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这2天最热门的军事消息，莫过于我军开启环岛军演后，从我军地面到空军，再到海军各型号装备的联合出动。要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大件装备，那除开极少公开露面的东部战区所属191型远程火箭炮外，必然就是我国海军的山东号航母了。本次山东号航母的出港演训日期，实际上要早于环岛军演正式开始。早在上月月底，维护修整完毕的山东号航母就已经出港，向南海进发，开展一系列演训。当时有分析认为，山东号航母的出动是对美国联合菲律宾在南海不断挑动侵犯我国主权行为的一种回应。而在本次环岛军演开启后，山东号航母则立刻开启北上行程，目标直指台湾东部近海水域一路前进。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广袤的太平洋上不只有我国海军1艘山东号航母，但是美国海军这边就调集了美利坚、马金岛2艘闪电航母，以及1艘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云集我国周边海域。部署在日本横须贺的里根号航母因为暂时无法出动，正处在维护周期内，所以暂不列入考虑。而在美军处在部署状态的3艘航母中，尤其要数尼米兹号航母距离我国最近。按照美国海军的官方通报，尼米兹号航母在我军环岛军演开始前，正在菲律宾海水域联合日本、韩国的水面舰艇部队进行演习。美日韩3国以美航母为核心，组建起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航母打击群舰队。也正是因为这支实力强大的美航母打击群存在，故而岛内某些以美谋独的台独势力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妄想，比如说希望美国航母此时来援，甚至直接无视解放军环岛军演的封锁区，南下穿越台湾海峡。但诸如此类的痴心妄想显然必不可能得逞，而且不光不会得逞，美军航母的实际行动表现还与之完全背道而驰，截然相反。按照目前已知的航迹图来看，美军尼米兹号航母在7号出发，8号抵达距台湾东面最近位置，但在紧随其后的9号和10号2天则立刻改变航行，自南向北朝日本海方向撤离，在2天的时间内连续后撤了540公里，未能再向台湾岛方向寸进半步。如果我们将山东号航母的航迹图一并放出对比来看的话，会发现山东号航母实际上在近几天来和美军尼米兹号航母完全是处在同一片水域，2艘航母最近时相隔距离不过500公里，听上去似乎挺远，但在现代战争中，这就是航母舰载战斗机打开加力，推一把油就能立刻跨越的距离，更是完全处在空射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有效射程内。所以严格来说，相距最近时不到500公里的山东与尼米兹号2航母，不但都能感知和定位到彼此，更是互相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内。在和平时期，这几乎就是航母与航母之间的最强对抗姿态。如果是按照刻板印象里美国海军一向蛮横无理的习惯，那么尼米兹号航母理应继续向台湾岛方向靠近。但事实情况却是，尼米兹号航母在遭遇从南海方向一路北上而来的山东号拦截后，立刻便调转了航向，朝日本海北上撤离。这一情况看似反常，但实则必然。可以肯定地说，在现如今的第1岛链乃至第2岛链范围内，解放军都拥有绝对的火力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不单单是对空或对地的某一项，而是兼具对地、防空、反舰等多方面的。其核心重点则是为打击航母一类的大型水面舰艇目标所构筑起的远程精确反舰火力。山东号航母所处的海域是台湾东面祖国近海，美航母若继续向台湾方向前进挑衅，一旦在我军实弹演习的情况下引发误判，很可能会造成对美军而言的灾难性后果，且捞不到任何的好处。更进一步来讲，即便是在实战情况下，美军航母也更没有必要
也没有能力接近到距离台湾如此之近的距离上。如果这么做，这意味着美军航母要在解放军各种远程精确反舰火力的打击之下，射程范围内游荡航行超过2000公里的距离，才能进入作战半径。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不具有实际意义的自杀行为。既然和平时代这么做风险巨大，战时条件下这么做又毫无意义，那么美军航母在遭到山东号航母拦截警告并驱离后，立刻调转航向一路北上后撤，也就不是什么无法理解，而是一种必然行为了。毕竟美军也是智商在线，并不傻。另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当年的美军尼米兹和独立号2艘航母就是在如今山东号航母所在的台东近海位置上威慑我军，摆出了介入台海的姿态，随时准备以武力开火的方式阻挠我国统一。时过境迁，27年过去，今天尼米兹号还是当年的那艘尼米兹号，然而却已经不在当年的位置上，或者说再也到不了当年的位置上来，彻底失去了这一能力。中美攻守之势已然逆转。现如今的尼米兹号航母，即便是被山东号拦截驱离到了更远的位置上，向着日本海方向连续后撤了2天还没停下，也依旧处在我军远程精确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内，处在被威慑状态下。曾经的我们梦想拥有航母，现如今的我们不但拥有航母，还能够驱赶美国航母捍卫主权。尽管前路依然艰险且长远，但未来的中国国防依然且必定会更加强大。